想脏的。你咱拿上一张字去。一张字哦，一张卫生纸，把手机屏擦个，手机屏脏。哎，这个转屏在哪呢？你是直播去吗？哦。我们视频不直播上直播一下。你视频直播给你把镜头了，第二把微了视频了，把大家不都要去放？把大家不放了，都放上吗？啊，你先可以放一个，完了把镜头竖个微了这儿。啊，好，这个更好使。把画一去，这个画一去，很合适。哎，你小会它能播上吗？影响呢？哎呀，谢谢啊！你这是做啥？我们的直播呢即将开始。本次讲座呢，我们邀请了兰州大学考古学院及博物馆学研究所所长、考古与文化遗产研究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魏文斌老师为大家开展讲座。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关注我们的直播。本次的直播讲解主题为陇东地区隋代佛教样式，欢迎大家，欢迎我们的朋友走进直播间。这是我播的，我忘了。加入可以吗？加入可以吗？欢迎大家走进金川县博物馆直播间。本次直播呢，这是我们邀请了兰州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院研究所所长、考古与文化遗产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魏文斌老师为大家开展讲座。本次讲座的内容呢为陇东地区隋代佛教样式。欢迎大家呢走进直播间。我们的直播呢在2点钟准时开始，还有8分钟的准备时间，请大家耐心等待。欢迎大家，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也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间。也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直播呢将在2点钟准时开始，还有7分钟的时间，请大家耐心等待。也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的朋友。现在呢，我们的在线人数呢一直在上涨，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谢谢。
欢迎大家走进金川县博物馆的直播间。我们的直播呢将在6分钟之后开始。本次内容呢主要是开展以陇东地区隋代佛教造像样式为主题开展讲座。那讲座呢是邀请了魏文斌教授为大家进行现场讲述。那么在本次直播中呢，我们还邀请到了平凉地区的各县各个县区、市县区的各个博物馆的负责同志以及相关的工作人员，我们一起呢来聆听魏教授的这场关于陇东地区隋代佛教造像样式的直播。我看到呢，大家说非常期待魏教授的讲座，是的，也是确实是非常期待的一场讲座。也感谢大家对金川县博物馆的褒奖，我们还会继续努力，请大家耐心等待，还有5分钟，我们的直播即将开始。2026年，怎么能2021年？哎，快给！这都能改吗？那个是个图片。图片是的。那就直接跳到您的那个PPT 的首页吧。直接到我们的这个 PPT 上。就直接跳到您的那个。工作书房。这个是过了。19号，13号。欢迎大家，欢迎各位走进金川县博物馆的直播间。我们的直播呢将于4分钟之后正式开始。本次呢，我们直播呢是邀请到了兰州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研究所的魏文斌教授，为大家开展这个关于陇东地区隋代佛教造像样式以出土造像为例的内容呢进行讲述。那通过魏教授的讲述呢，我也让大家呢能够了解到我们陇东地区的一些佛教造像的样式，也进一步的去感受到我们陇东地区这块黄土高原上的明珠它们所蕴含的历史底蕴和文化。那请大家呢耐心等待，4分钟之后我们的直播即将开始，也请大家不要离开我们的直播间。抖音直播间没有开，我们现在呢只是开了我们的这个。请大家不要离开我们的直播间。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呢只是在我们的视频号呢开展直播。因为这个也都是咱们王国界的同仁，可能直播间里的人还更多一些。现在直播间有多少人了？目前是140人，因为直播还没有开始啊。看来还是人气挺旺的，对魏老师这个讲座都是充满期待。我们的网友说要给魏老师把水倒满，因为魏老师一会儿要开始这个讲座，大家都非常的期待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好的。那我就介绍正式一下啊。尊敬的谢院长、魏教授、各位文博界同仁，大家下午好。现在我们进行这个5.185博物馆日这个第2项活动，就是学术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魏教授，为我们开展陇东地区隋代佛教造像样式以出土造像为例这么一个学术讲座。出席本次活动的嘉宾有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副院长谢斌教授。我们的讲座呢，预计了1个小时的时间。周江老师，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魏文辉教授，魏老师的这个。本次的讲座呢，由金川县博物馆馆长陈锦强主持。魏文辉教授现任兰州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研究所所长，考古与文化遗产研究院执行院长，同时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是甘肃省领军人才。长期以来，魏教授深耕石窟考古、佛教艺术及丝绸之路考古、文化遗产研究领域，造诣深厚，成果丰硕。他兼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敦煌不鲁班学会理事等重要职务，主持了天水麦积山石窟北朝佛教艺术研究、丝绸之路甘肃段石窟四位文化遗产研究、价值研究等多项国家。不是在座的呢，主要呢是我们平凉地区的各个博物馆的负责人，以及魏文斌教授。还有兰州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相关的一些工作人员，研究所的相关工作人员。国家社科基金金川南石窟寺3维重建与虚拟展示，以及科技部第2次青藏科考等重大项目。现在呢，正在主持的是金川县博物馆的馆长陈锦强。发掘2022至2024年度国家文物保护重点项目甘肃重庆丈八寺遗址发掘与研究等重要考古工作，在世界宗教研究、考古与文化研究等国内顶尖学术刊物发表了大量高质量研究成果，为我国石窟考古与佛教文化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参加本次活动的嘉宾还有平凉市博物馆馆长王启峰王馆长欢迎，华清市博物馆馆长王小强欢迎，临海县博物馆馆长姜俊华，重庆县博物馆馆长陈占学，庄浪县博物馆馆长张建军，晋宁县博物馆馆长吴宇海。此外，参加活动的还有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代表，以及平凉市各市县博物馆干部职工代表。对大家的到来，我们表示由衷的欢迎。在这个魏老师讲座之前，我们还有一项遗产，就是兰州大学为历史文化学院为金川博物馆授牌，授予这个教学研究实践基地这一个牌子。本来要在早上这个开展仪式上授予，由于这个早上时间紧张，我们放在魏老师讲座前，这就有点干扰您的主题了。下面请我们的业务人员。让我们史馆长代表我们管理接一下这个牌子啊。自今天开始呢，我们金川县博物馆就成为了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教学科研实践基地。好，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见证这个加强馆校合作交流，发挥兰州大学人才以及科研实力雄厚的优势，与地方馆藏文物资源丰富实践平台完善的特色，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是基层博物馆能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再次感谢兰大历史文化学院一直以来对我们金川博物馆的支持。下面我就有点啰嗦了。下面我们有请魏老师为我们讲课。特别高兴，这个金川县博物馆邀请我们到这儿来做交流啊。实际上，这个我们金川县博物馆的交流非常包括平凉市这个县的区的博物馆这个交流是非常的多。这个我们学校里到这个什么基层啊，到这个地方的博物馆的交流，实际上是来学习。我们这是多少年的这个学习啊？在我的这个鲁东地区的这些文物啊或者文化遗产的一些初步的这个认识包括这个佛教造像佛教艺术啊。那么今天这个机会呢，也是特别感谢这个金川县
给我们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有这么一个机会呢，我们能在这儿建立一个这个实习基地啊，那也是有利于我们这个学生的培养。这些年呢，我们跟广东地区各博物馆的交流非常多，也就主要带学生来实习，带学生来学习啊。那么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呢，当然学生受益，老师也是受益，那这是最为重要的。那么今天呢，就是同时呢，这个顺便就是给咱们这个线上的这个各市上各县区博物馆的或者市博物馆，包括金川县博物馆的同仁们，做这么一个交流，关于隋代佛教造像样式的问题啊。因为这个陇东地区啊，那这个佛教发展的地区的朝代，那么到现在呢，这个佛教仍然是比较兴盛的。那么在这个过去，那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东西？那么我们在随着考古的这个进展啊，考古进展，陆续的发现了很多新的这个造像。这个新的造像呢，对于我们认识啊，陇东地区的这个佛教艺术的基本的面貌，或者基本的这个样貌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所以没有这个出土的这些造像的话，我们对这个陇东地区，那么从这个佛教开始发展，到这个衰没的这个全过程，咱不是特别的了解。那要了解这个佛教，那当然是以这个现存的这个佛教的这个遗存啊，有这个例子啊，我们要去了解。那么这些年呢，我们也是在这个区域不但在过去曾经出土过很多的造像，那么近些年呢，也是陆续出土了这个造像。那么我今天呢，就是以这个隋代的这个造像为例呢，就是谈一下这个陇东地区的这个隋代的样式是什么样的，大家交流的。实际上呢，我们陇东地区啊，各县博物馆都是对自己的家底是非常的熟悉。那么我们馆藏的、展出的这个造像呢，都是比较准确的断代对它的价值啊。这方面也都已经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认知。但是呢，整个区域啊，它的这个面貌是什么样子？就是要串起来，放在大的区域里面去。那我们现在研究这个佛教艺术或者是佛教造像，就是做区域系统的研究就是区域系统的研究呢，就是建立起一种就是这个格局。那么这种格局呢，就是除了自己本身的一些特征之外，我们还要去跟其他地区其他区域进行这个对比研究，然后看我们这个区域的这个佛教造像或者佛教艺术那么在历史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这是特别重要的。所以我们就要不只是局限于一个县的东西，或者只局限于一间造像，我们要去系统的去了解这个区域它的这个造像是什么样的。那么这也是我们现在这个学术研究也是非常重要。就是在考古上研究也是特别强调区域系统研究。那么这个地区这个地区是非常特殊的。但是它特殊之外，它们又跟其他的地区有非常广泛的联系。所以它不是一个封闭的这么一个区域。而是随着这个佛教的发展及这个政权的更替，那么使得它这个造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呢，那么就体现出了这个区域的历史性的这种变化。那我今天就以这些隋代出土这些为例讲一下。主要讲这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当然我们要了解这个区域的隋代的造像当然还是简单的要了解一下这个佛教的基本的情况。这是一个前提或者一个背景。第二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个区域的隋代佛教造像遗存有哪些？举一些例子。那么还有跟其他地区要对比，看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特征。第三就是要总结出来。那么这个区域隋代佛教造像有哪些样式？这种样式是它特有的，还是从别的地方来的？那么这个是主要讲的内容。那么关于这个中国的隋代，隋代这个佛教枯龛以及佛教造像的研究我举了几个例子。举个例子就是我认为做的比较好。
一个呢就是这个韩国，那韩国的这个梁英景啊，他是在这个中国留学的啊，他这个留学的这个博士论文啊，就是写的这个隋代佛教不堪的研究。那这本书呢也已经出版了，那是吧？而且呢，我觉得是写的还是比较好的。那另外呢，一个关于这个隋代隋代这个佛教造像的这个样式，那另外一篇文章比较好的就是这个清华大学的李进吉老师，那么他的艺术与科学上，那么这个发表了这么一篇文章，南北朝隋代佛教造像系统样式整体观察。那么李进吉老师呢，那么在这个做这个中国的佛教艺术的这个谱系的谱系谱的时候，那么他把这个南北朝跟隋代放在一起，而不是隋唐放在一起。那么我们习惯上讲这个隋唐是什么？隋唐什么之类的。但是呢，在这个探讨或者是梳理我们这个佛教造像的时候，那么南北朝跟隋代放在一起是比较合适的。那么这个唐宋这些放在一起是比较合适的。所以呢，这个在这个画带上，当然这是我们是一个发展阶段，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变化。那么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另外呢，这个四川大学的常青老师啊，他写过这么一篇文章，那么他是论隋代造像的创新性和保守性。那么这篇文章也写得非常的好。那么隋代造像，它有一个保守的一些这个因素。保守的因素呢，实际上就是继承的什么？这个南北朝的这个因素。也就是它保留着在这个南北朝的一些特点，同时呢，那么它有自己的创新那么这个创新性呢，后来又影响到这个唐代的佛教造像或者佛教艺术那么这是隋代的这个佛教艺术或者佛教造像体现出两个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也就是说，那么隋代的这个佛教艺术啊，它处于一种承上启下，这样就是过渡性的这么一个特点。所以呢，它提出保守也有创新，用了这么两个概念那么我觉得用的也是非常的好。对我们理解隋代的这个造像，那么它体现出的这个主要的特征是什么？另外呢，这个关于区域型的这个隋代的造像的研究啊，这个陕西历史博物馆一个叫杨孝俊的老师啊，他写过一篇文章，是发表在《齐鲁文物》上。那这个他是论这个浅谈这个隋代长安佛教造像风的多样性与融合性，也用了两个性，那一个是多样性、融合性。那么跟这个创新性和保守性，它是不是兼容？是不是这个一样的意思？当然我们要去看到它的风格，看它的文章以后，才能理解。而且呢，要我们对它这个隋代的造像的这个基本特征要把握了。以后才能够看它这个提的这种几个什么创新性、保守性、多样性、融合性是否准确？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另外，大家看就是关于这个佛教艺术佛教艺术我们有很多的说法，包括什么呢？就是模式模式。那么关于这个中国的时空或者是佛教艺术，这个模式呢，最早当然是这个北京大学苏白先生。那么提出了这个永岗模式和这个凉州模式，两种模式。那在陆陆续续我们又总结出了很多的其他的模式比如叶城模式、高昌模式等等，包括察尔模式那么这个模式是一种叫法，这是我们中国的学者叫出来的。那么在日本的学者里面你看他们很多都叫样式的样式。当然，我们对这个样式我们中国的学者也有很多采用这种说法样式，当然也有很多把这东西就叫做风格风格。那么不管是模式、样式还是风格那么它都代表了那么这个独有的或者特有的那么它的一些特点当然有一些它自己自身的一些东西都在里边。所以呢，我这个今天用了一个样式问题第二个。那么这个样式是陇东地区的隋代造像，但是它也不是一个普实性的不是，因为这个样式这个到这个东部地区或者西部地区，它又发生不同的变化。比如在莫高窟，那么它的隋代的造像它有它自己的特点对不对？
那么陇东地区的这个样式呢，它又不是一个特有的一个东西了，只是我觉得应该是长安地区关系特别紧密属于长安造校系统的一部分但是呢，而且体现出一个区域性特点地域性特点，这是我们下面看的时候就看得到。大家对陇东地区都非常熟悉也就是在座的我们都是陇东人，是吧？那么这个陇东呢，这个习惯上当然就是陇山以东了，是吧？但是现在我们的行政区划上把这个庄王或者晋宁划到这个陇东的平凉市平凉市里面，实际上它是陇山以西的它的这个文化的面貌跟这个陇山以东呢是有区别的有区别的，不只是这个佛教藏象的这个它有区别，那是在史前时期的这个文化上，它这个陇山两侧的也不是太一样真的这个陇山呢就是一个文化可能是我们这个会议室声音有点小，它里面有回音。它东西两边还有很多的交流。那么陇东地区当然是以这个黄土高原为主那么贯穿的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河流，就是泾河那么泾河流域那么当然成为这个区域文化发展这也变得非常重要的资源或者是动脉。那么这个泾河的流域，当然它也是属于这个黄河黄河系统，所以它这个区域的文化也属于这个我们现在讲的黄河文化组成部分，是吧？但是呢，这个区域的这个陇东地区的这个黄土高原孕育出了一些它高原特有的一些东西，黄土高原特有的东西，一些学者像日本的学者把这个陇东地区包括这个长安以北的耀县等等这一带的这个早期的这个佛教造像，他们说有一个叫做复现样式有些把它叫做黄土高原风格等等这样一些教育当然呢也是这个给他们自己的一些认知不多说。这个区域它历史我想大家非常的熟悉而放了一张这个北周的这个地图关于这个区域。那么北周这个地区那么陇东这个区主要是这个晋州晋州。那么包括西边的多少西的这个元州这个区实际上它是在鹰盘山以东鹰盘山以东。那么广义上来说，它也是属于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陇山以东，是吧？陇山以东。所以呢，这个元州地区的一些东西跟我们陇东地区的非常的像这个东西非常像。这个区域在北周时期这样。那么到隋代的时候，那么这个区域分了好多的郡分了好多的郡。那么其实我们金川所在的这个区域这个区域，那么包括这个什么这个灵台等等这些地方属于什么呢？安定郡再往西平凉，那么那边是属于这个平凉郡平凉郡一直到这个什么呢？这个固原这一带，是吧？然后晋阳的那一部分那部分叫红化郡包括今天的西分这个河水包括像这个什么环县华池这一带都属于这个，包括什么陕北的现在陕北的一部分地区也都属在红化郡。另外还有一部分的属于这个北地郡范围之内。那么所以这个在隋代巴尔这个这个撤州并郡的时候，那么这个区域它也是实际上也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重要主要当然是跟这个丝绸之路有关系那么我们知道汉代的丝绸之路的驿道汉代丝绸之路驿道就是从长安出发，那么根据敦煌以及这个巨岩的简读这个驿道里面记得汉代的指的驿道就是走这条东边就是走这条路，那么从长安出发然后泾河然后到今天的这个泾河河泾河河口，然后过了固原，再到这个晋远晋泰这边过黄河然后就往这个河西走上去。那么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个丝绸之路大家说那是一个网状路网状的。那么其他的当然像这个什么天水临夏这当然也是丝绸之路非常重要的重镇了。那么在这个区域在这个区域
那么跟这个伦敦关联非常紧密的，那么当然是长安，还有这个并州就是现在的这个现在这个并州是吧？还有这个晋州，晋州还有这个元州这些重要的景点的城市那么在泽乌林以西，泽乌林以西那么那个区域的一些石窟寺，一些石窟寺，尤其是早期的一些石窟寺，当然也是属于这个区域的非常重要的石窟寺的一族当然，在这个泾河主干流这个区域呢，那么我们知道的重要的一些这个石窟寺，那么就像南石窟、王母公路、二洞等等这些号称这个什么，就是叫做白里石窟长廊是吧？这石窟长廊，那石窟寺确实比较多，那说明呢，这个区域的佛教的历史上层是非常的发达，那么这是一个主要的。那么这个区域的佛教遗存的概况大概是这样。那么大概从16国时候起，16国时期，那么根据文献的记载以及遗存的情况，那么对佛教的传播以及佛教造像的制作，到北魏的时候大家都熟知的，那么这个鲍义西考真这两个都是荆州刺史那么一个人呢，在这个都平陈时期派到这个地方被都平陈派到这个地方当刺史，一个人呢，都洛阳时期派到这个地方任这个州刺史的两个人非常重要的人。先主持开凿的就是王母宫及那边石窟寺这是最重要的几处这个因素。另外呢，还有像这个现在没有保留下来，找不到寺院的遗址不是很清楚松县寺、罗干洞那么这个时候呢，是这个在这个北魏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说明在这个佛教在这个地方北魏时期的这个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另外呢，这个在金川的这个水泉寺有这个北周第2年的一个叫惠民的比丘那么他这个有个造像座也就下来还有这个开皇元年的第2昌造像碑这个是特别有名的特别有名的一些奖励。隋唐时期那么北石窟寺大量的这个开凿枯勘那么这个北石窟寺的发展鼎盛，这也代表了这个区域那么隋唐时期的发展状况。那么还有一些特别重要的发现，就是1964年，我们大营寺发现了这个唐代的舍利地宫那么这个舍利地宫的发现被誉为就是标志着中国舍利一脉制度的重大变是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另外一个就特别重要的发现就是12年，我们发现了隆兴寺的舍利地宫和佛教造像坑。那么这是又一次在陇东地区的一个重大的佛教发现那么这对于我们研究这个区域的佛教考古也增添了很重要的一些新的资料，而且被研究我在荆州地区的佛教的信仰和艺术的区域性特征及关中等地的佛教文化交流这里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利用的。那么这个区域的佛教遗存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个呢就是石窟寺这是最显眼的那么主要说在泾河流域、葫芦河流域那么刚才说的南北石窟寺、王母宫等等这些。那么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佛教寺院。那么关于佛教寺院的这个考古实际上我们做的还是不够。那么大营寺、隆兴寺当然出国经过考古发掘或者尤其是隆兴寺的发掘那么对这个寺院的局部的部分的面貌我们是有了解的，但是对这个整个这个荆州古城之类的这个寺院的面积我们的发掘因为后来停了所以整个面貌还不是很清楚。那么而宋代下面这些是什么样我还不清楚不清楚，这是很大的遗憾。那么当然我们今年发现一些造像的地方，还有造像的地方往往它可能就有这个寺院那么比如说像这个宁县的那个普照寺的那个佛教造像坑那可能也是跟这个寺院有关系，比如说它在普照寺的旁边。另外呢，像这个华亭华亭那个南川的那个造像坑那个佛教造像窖藏那么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寺院的遗址我们也没有找到这2年那么在这个
重信重信的桐城那个地方，一个比较重要的发现，那就是这个五马沟的那个寺院遗址啊，也出土了一些造像，还有我们持续了4年发掘的丈八寺遗址，也说，那么这些寺院的遗址，现在将来对这个区域的这个寺院的这个考古调查发掘，仍然是将来必须要做的一些事儿。第3类呢，就是各类的这个佛教造像，佛教造像这是比较多的，而且比较多。最早的呢还是16国时期，那么这个也是金川出土的这些比较完整的16国时期的这个建筑造像，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项链。那么北朝和隋唐时期呢，就达到一个鼎盛的一个阶段。当然再往东边，就是庆阳这个区域，那它遗存了大量的这个宋金时期直到明代的一些石窟寺，那么这个呢是在我们这个讨论范围之内啊。这个刚才说的重信五马沟的这个造像，这是重庆县博物馆，他们这个在这个桐城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区域在这个区域，就是发现了这个佛教造像。那么说有2个掩埋点2个掩埋点。也就是在这2个掩埋点上呢，出土了一个出土的数量也不少，好像编号是现在是编了多少个？20多号吧，怎么回事？这批造像的这个介绍啊，在东方研究上可能也快出来了吧？或者采用了。那么这个地点出土的造像类型也比较多，像这个造像塔，造像塔的塔节以及这个造像碑，单体的造像，单体的圆雕的造像，那么其中还有纪年的东西，我这样子特意放了一个人寿几年的这么一个残的这个残件，这个造像都是石雕的作品尤其是像这2件菩萨像这2件菩萨像，在后面我们还要说跟这个我们这个金川出的龙兴寺出土的那个比较大的那个造像基本上是样式是一样的，而且呢，大概怀疑认为这几件造像都可能出自同一个工匠同一个工匠。那么后边还是说工匠的问题。另外呢，它这个造像碑也是相对来说保存完整的，后来断掉了，又把它给修复接起来了。因为这个当时我是用我们的这个发掘经费发掘经费帮他们把这个修复起来了。包括这2件造像，这个胳膊残的地方，胳膊残的地方也都接起来了，修复起来了。那么这是这个地点。那么这个地点的现在目前因为没很好的去清理，只是发现了在施工的时候，就是重新修梯间的时候，就是平整地的时候，推土机推出来，所以急急忙忙就把它清理出来，我们拉回来。那么具体的，这个地方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东西，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这个地方还有大量的这个建筑构件的处理以及前面可能还有这个佛塔的这个遗存说明这个地方肯定是一个佛教的寺院，毫无问题。那么跟它这个隔阂对称的正对面的还有一个遗址叫做丈八寺遗址。这个遗址我们就连续持续发掘了4年对它这个寺院的这个基本的布局就是了解清楚了。那么同时我们对这个寺院外围属于这个寺院所属的这个地产田产的这些范围也进行了清理。这个清理了发觉这也有很大的收获吧。尤其是我们在一个坑里边一个坑里边发现了近万件这个瓷片就是宋金时期的，而且这个瓷片现在大部分基本上都是这个安口窑的产品从安口窑产品。另外还有几个坑都是它同时期的，这几个坑里边的瓷器我们对了一下那么这个互相对了这个不同的坑里边的瓷片已经就能对在一起那么说明这些瓷器这个寺院所用的东西，这寺院所用的东西，然后废弃就是废弃以后，或者某一个事件被破坏掉以后，那么就放到这寺院外围的这个专门挖上一个坑给它埋起来这是很有意思的。我们以前做这个佛教考古，做这个佛教寺院的考古，往往是特别重视这个什么，就是寺院这个围墙里面的东西。那么围墙外边，那么它应该是什么样的状况？只要我们重视不够那么这个虽然是一个非常小的寺院，
而且等级呢就是一个相通的寺院，但是呢，它这个寺院外围的情况，那我们要去做一些了解，那是非常重要。那么在这个寺院的遗址里面，我们也清理出了一个较长的坑啊。这个造像呢，出土的不多，有20来件，20来件，但是呢，它也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尤其是这个遗址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北周时期立佛像，但是立佛像呢，现在没有完整的保留下来，还有头、身子这些，它这个座非常的规整，非常精美呀。那么这个也是非常的大，那也是在我们这个甘肃这个地区发现目前发现最大的一件北朝时期的佛教造像座。那我们在这个造像坑里边，这个发掘出来的，清理出来这个造像，还有这个造像碑，也有这个造像牌、造像塔，以及这个单体的圆雕的佛教造像。那么其中呢，就有这个隋代的造像，这个包括隋代的立佛像。还有这个菩萨像以及这个做的弥勒菩萨像这些作品呢，它也是补充了是我们对这个广东地区隋代佛教造像认识的非常重要的一件材料吧。第二呢，我们了解一下隋代佛教造像与其他地区对比。那么我们了解，那么隋代这个有2个皇帝一共37年，但是这2个皇帝呢是在有些方面是大有作为的很有作用的，尤其是在推动这个佛教的这个振兴以及发展方面做了大量的事儿，可能可以说是一些大事所以呢，他们注重这个佛教的弘扬，这是呢以长安为中心的这个佛教得到进一步的加强那么同时呢也影响到它周边的这个隋代统治区域周边的这个佛教的发展以及佛教艺术的兴盛。那么在这个时期那么这个在比较偏的地方，那就像敦煌这个地方，那么莫高窟隋代的洞窟就开到了100个这数量是非常的多那么在这个东部地区也保留一些个别的这个隋代的这个窟龛那么还有大量的这个佛教造像现在这个隋代这2个皇帝对这个佛教的这个发展是做出了大的贡献。那么陇东地区作为长安佛教文化圈所及的范围之内佛教也是进一步的得到了加强发展那么尤其是晋州大兴国寺的建造大兴国寺以及这个佛舍利的进来奠定了晋州在陇东地区佛教中心的这么一个地位在这个隋代的时候这个区域的佛教有发展。当然隋代对这个最高统治者来说，把这个佛教作为一个国家的政策的推广也就代表了皇帝的意志。那么这个在文献上我们就能看到是吧？看到一些那么这个随着北周武帝的灭佛之后，那么这个隋文帝隋文帝那个时候就开始这个复兴佛道二教而且隋文帝他本身跟这个佛教的关系非常密切也就是一个神医跟那个关系非常密切。然后呢，在这个《隋文经济志》里边记载，就是开皇元年的时候隋文帝就是下诏天津下任听出家，人民即口出家，营造金像。那这个就是在全国就是全面的展开，大量的人就开始出家，然后这个造像就是非常多，非常多。那么我们从这个2件造像能看出这个看出当时这个隋文帝对复兴佛法之后那么社会对他的这个响应那么一件是在这个西安发现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个佛立像，这是580年，大家都知道这个隋代还没建立是吧？580年隋代建立是吧？但是你看这个580年的这个北周的张子开的造这个像里面就说，那么地主亲民是吧？这个地主当然是北周的最后一个皇帝了但是特别强调了辅相睿哲。这个辅相谁就是隋文帝隋文帝。然后
就是说这个人呢看到佛法重重，向日再出，那么这个北周灭佛之后，那么这个佛法被重新重视起来，然后呢他就造了这么一尊像，为他的七世父作为这么一个释迦的像，而且呢这是玉像叫做这是在大象2年，就是580年。那么隔了1年，隔了1年的不到，1年多一点，这是大象2年的7月，到4年的4月，也是不到1年的时间。那么在金川，我们就有这么一个造像，造像碑，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是吧？非常熟悉，就是李亚昌造像碑。李亚昌造像碑呢，就是在这年4月，一个叫李亚昌的，联合了20余家人，还有义泽这些。然后呢，说去岁之秋，何为重器？芈月社斋，吉凶相待。那么这个人呢，说在去年的时候，也就是前1年，也就是580年的时候，那么他这是非常信奉佛教的芈月社斋芈月社斋。然后呢，金门皇家之明德，开心2教。那么这个是这个皇家就是谁呢？是不是？那么开心2教当然佛道2教，这个就是差了不到1年的造像。前边的一个讲的是这个北周的皇帝和这个副相，就是他的这个丞相，就是这个隋文帝。第2个造像呢，专门就是讲的什么给隋文帝写的有一个隋望的写。那么这个看出呢，那么处于首都地区的长安地区的这个张子开。以及他可能代表的大部分人，那么对于这个佛教的态度，当然是跟着这个皇室走的，跟着这个什么国家的意志走的。然后呢，到这个荆州这个地方，581年的这个造像里面，你看他也是紧跟步伐，所以呢，这个皇家的这种国家的这种政策推广或者。那么虽然这个隔了不到1年的时间，但是呢，从造像就能体现出来，很快就普及到地方所以呢，这2个像也是非常重要的对比的。那么隋文帝杨坚对这个佛教的态度，那么这个在文献里面记载特别的清楚那本身他就说佛法深妙，道教虚荣，就是佛道2教，然后呢怎么样然后呢就是立了一些规矩立了规矩，沙门坏佛像，道士坏天宗者，以及恶逆怒那么这个对佛像的保护，以及道教造像的保护那么就起到国家的这种政体朝向。那么隋代的时候，隋呢不但从这个剃度僧尼建寺立塔写经译经方面发展佛教，而且呢又反映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也就是新造像这个新造像在这个里面特别的重要特别重要。那么在这个唐代的这个法院珠林以及这个辩证录里面都提到，那么这2个皇帝修治故像和这个新造像都提到了具体数量。那么法院珠林里面说，隋文帝新造了106581具，那么这个数量特别多这个数量相当的多。那么隋炀帝呢制故像101000具，新造像里面3350具，数量非常的具体，那辩证录的记载，那么是新造大象106580具，修治故像是508940余具。这个数量确实太多那么几乎遍及了全国各地造像。那么有些造像呢，有一个地方的造像不只是1身而已，数量非常的多。那么可以想见，那么隋代除了大量新造像的同时也更加重视对前代造像的这个修复。然后那我们看有些造像，这是隋代以前的应该是隋代以前的造像，那么被毁了以后那么可能就有这个修复的那种痕迹，也就把它接起来。那么我在这个大兴寺，就是隆清寺出土的这些造像里面，有些造像它是残的，有些造像的胳膊它是又断一个孔或什么之类的，是不是？
那么会不会是这个隋代这个又重修的，或者是又修复的这目前不是清楚啊。那么但是我们要重视这个问题。那么长安及周边区域出土的大量佛教造像就成为研究长安佛教及佛教艺术的重要图像资料。那么造像显示呢，寺院以及贵族、家族、医社，那么造佛像成为一种主流。而且陇东地区、荆州及周围区域那么石窟寺也进一步开凿，寺院造型也大为流行，与长安保持着相同的态势。而且呢，它深受长安中心区域的这个影响。这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么这个区域隋代的石窟寺不是太多不是太多。那么主要在石窟寺和石拱寺。目前我们呢这个确定的确定，但是其他的很多的石窟寺都残了没东西了，是不是有隋代的？我现在不是很了解。但是比较明确的，你像北石窟寺的有这个什么呢？这个时期就开凿了57个佛龛，规模都不是很大，但是数量上还是够的。那么代表性的像85、93以及151，这些呢是隋代代表性的。另外这个石拱寺有一个特别大的窟，就是它第二窟那么后边我们看这个它这个窟的情况。那么北石窟寺151这个龛不大，是一个穹窿顶的这么一个平面6乘方形的这么一个龛。那么龛里边的造像是3壁3佛3壁3佛代表这个30佛的造型。然后呢，它正壁的这个佛像跟两侧的这个佛像穿着的衣服不太一样大家一看就能看清楚，是吧？那么一个是这个双领下垂的，那么两侧边的呢就是露这个垂领式的通肩式的这种袈裟，而且呢它的衣纹呢这会儿也不是太一样。然后呢，它还有斜视的菩萨像，那么这个呢，我们可以跟这个什么出土的隋代造像对比。那么这是这个龛里边的基本的情况。那么这个特别要看到它的这个佛像，从侧面看，它这个腹部是隆起来的，而且呢，它这个衣纹呢是这个阶梯状的这种这种分布，它不是特别的密集那么这个北朝时期的这个区域的有些造像地方特色的造像密集平行线那种经文不太一样的到是隋代的变成这种经文。那么石拱寺的石拱寺第二窟这是规模相当大的。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洞窟的功德主是谁但是呢，能够开凿这么大的洞窟，那个实力是相当不一般的，另外呢，它跟它相邻的一个第6窟的规模也是非常大非常大。那么这个第二窟呢，我们把它定成隋代这是隋代。那么它也是个穹窿顶的平面是马蹄形的这么一个大窟，也是3壁3个主宗其中呢，它的这个左臂的这个主宗呢是一个底座的一个菩萨像，那么就是这一身很可惜这个洞窟在历史上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烟修不说，还是被这个炸是吧？让那个崩的这个造像上面的很多都崩掉了。所幸呢，它这个造像的一些局部，我们能看出它是你比如说这个菩萨像，这菩萨像它这个斜视菩萨像，那么它的这个璎珞的部分我们能看出来，那么就是这种连珠点的这种串珠式串起来的这种这种璎珞。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在这个隋代北周以来隋代造像特别流行的一种璎珞的方式。造像那这个我们发现的就比较多了，当然主要的就是这个什么在宁县的主照寺的那个教堂那个教堂出土了80多件造像最早的是这个北魏时期有晚稻有唐宋时期。那么这个主照寺教堂的这个资料呢没有完全的公布，他们把局部的部分的这个造像在文物上发表过，但是大量的造像还是没有发表，大家可能不是很了解但是这批造像是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主照寺的这个教堂里面的造像也是形式多样既有单体造像，也有造像还有这个龛像
这个造像碑等等这些最早的有纪年的，应该就是太和12年，那陈楚儿造像陈造像那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集中出土的就是平凉的禅佛寺平凉那个禅佛寺也出土了一批造像。那批造像呢，在张宝喜编的那个甘肃佛教石刻造像里面收录了一部分但是呢，这批造像也没有很好的去整理那么很多呢，大家也不是特别的了解这批造像呢，集中系统整理好，将来王馆长，你们自己可能都能做得了，我想一点，是吧？就是专题的就是一个禅佛寺的这个造像，是吧？这个整理那么当然，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龙兴寺的这个窖藏，龙兴寺窖藏，那么这是21年发现，12年发现，然后呢出土了编号，说是200多件吧。那么这个完全有些东西还没有对起来，但是大量的东西呢，我们现在在这个的报告已经出来了这个报告已经出来了。那么这个图录也出了那么另外呢，就是华亭的南川那个谢家庙的窖藏。那个造像出土了好像20多件吧，20多件，那批造像有些呢也特别的精美，特别精美。那个从华亭博物馆展出一部分。另外呢，就是这几年发现的这个丈八寺和重庆马祖的寺院的遗址，还有零星的一些东西，比如重庆的黄花巷人员画，还有这个临台的那个梁园，还有早期的那个寺院，是吧？也都出过这个造像，而且那个造像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么零星的其他的像这几年，那么金川他们也是发现了一些零星的2、3件的这样的情况也有，是吧？这个将来肯定还是会有很多的发现我们就详细说了。那么这区域的这些造像呢，主要以单体原雕造像为主，这样的数量比较多。另外呢，还有造像塔、龛像、造像碑等等这些形式，基本上都是石雕作品，但是个别的有这个泥塑的或者陶制的作品。那么我们下面呢就看一下这个造像的基本的情况。那么首先看一下这个佛像，这两件东西这几件东西就是边上的这两件东西，我们在展厅里看到都是定成北周，是吧？是吧？这是北周。那么但是这一件呢，这个朝大身子小朝大身子小。那么这个是北周造像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特点。那么它这个衣服的穿着的方式已经接近隋代了，这个隋代的这个造像是比较接近的，所以呢，它应该是北周末的或者隋初的这么一个造像应该是。那中间的这一身像，那么它这个垂领式的，你看这几身像它都是垂领式的通肩式的袈裟不是像这个早期的那个通肩式袈裟都从脖子里面裹得特别的紧达到这个左肩上去，它这个领子垂下来然后呢，这个衣纹呢是比较稀疏，而且呢，它这个阶梯状这种写实的这种遗者的处理的方式。那么像这件造像，这前面这两件造像，它这个腹部以下，胸部以下到腹部的这个衣纹的叫它是垂直，比较垂直的，但是呢，像这一件，它就是比较斜了，而且衣纹呢是特别的少，对不对？所以呢，这种这个佛像的服装的这个穿着的方式或者它的做法对吧？那么这个跟北周的不是完全一样，不是。当然呢，这个也是应该是隋代这个造像发展，在这个它是保守性的同时有创新的这么一种特点在里边。那么垂领式的这一种这是佛衣我们这个是有纪年的581年。是吧？这个李阿昌造像碑是吧？特别的名，就是581年。那么它就是垂领式的衣纹呢，你看特别的稀少特别的稀少，因为也是这种阶梯状的这种做法那么临台的梁园的这个造像碑，梁园这个造像上面的这一身这个小的作phẩm对吧？你看它也是这种样子，这个垂领，然后呢，这个稀少的这种阶梯状的这个衣纹的处理方式。而且呢，我们发现这些小型的佛像或者立佛像呢，它这个腹部就是略微向前鼓一点，
鼓起来的，这是特点。当然呢，这个时期的这个佛像还有这种衣服穿着的方式，这就是双领下垂式的。那么这是延续旧的样式，这个样。那么我们再看一下，那么这个北石窟寺的幺五幺窟，那么这个佛像的英文的处理的方式也就是这种样处理的这个样。那当然，这个牙昌造像碑里边的这个乙座的这个佛像乙座这个佛像也是吧？你看它这个领都垂得很低，但是它还是通肩式的。那么这个遗文呢，就基本上看不出来，但是还是刻了遗文的稀少的。那么这种遗文的处理的方式或者衣服的处理的方式，我们往后边来说。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那么长安地区的，那么长安地区的，那么从北周到隋代到隋代，那么这个呢特点也是非常的明显。那么这个比较大的这是立佛像，那保存特别完整。你看它也是这个垂领式的，这是北周时期就是北周。但是呢，它的这个衣服衣文的处理的方式，那么这个跟我们看到这个隋代的造像也比较接近的。也就是说，这种处理方式呢，在长安地区呢，北周时期开始开始。然后呢，这是开皇20年，这是在岐山县博物馆藏的这么一件立佛像这是有纪年的，非常明确非常明确。那么这一件呢，在岐山出土的，在现在是陕西地方也是必定隋代这件造像。那么所以呢，从北周到隋代，但是这个北周和隋代的造像，那么它这个身体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什么这饱满程度是不一样的。而且你看这个头北周的这个头特别大，脖子比较短，而且呢，这个它的身躯呢，它是显得特别的粗壮，是不是？到隋代的造像，它身体呢没有那么粗壮，你看它基本上比较匀称的。那么这种做法从哪来？你看从哪？那么我们去追根溯源的话，那么这个我们从这个印度的造像印度造像就能看出这种英文的处理方式，通肩式的英文的斜向的这英文的处理方式。那么传到中国以后，在比明寺石窟杨柳土窟里面保存的西秦的造像，我们也是能看，但是这个呢，更多表现的是 U 字形的英文的处理的方式。但是呢，在南朝的梁这个阶段，梁这个阶段，我们发现了这种这个垂领式的斜向的英文的这个处理的这种佛像，而且这种佛像应该是受到了这个印度基多佛像的这种影响。那么同时在其他地区比如说在这个新疆的于田，那么发现的这个石膏的佛像范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佛像范呢，它肯定是它的成佛这的一个状态。那么它这也是英文的处理方式，你看也是这显然也是受到印度的影响。那同时在比明寺169窟50世纪20年代这个佛像里边也是有这种特别叫这做法那么这是西秦时期的。那么在东部地区钦州出土了大量的这个佛教造像，其中龙兴寺的佛教造像窖藏大量的，其中呢也有大量的北齐到隋这个阶段的一些造像。那么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个北齐的这种造像，那么到隋代造像，也就是这种一领下垂而且斜向的这种遗文的这个处理的方式。那么有些学者也就是在追溯这些呢，他这也看到了这个南印度的这个阿曼达瓦地的或者是南印度的这种造像，那么又传到越南那么就是南传的这种系统的可能性那么这是南印度的历史阿曼达瓦地派的这个立佛像这是在越南藏的一件这个4到5世纪立佛像。那么这显然就是从这个从东南亚这一块传播的。那么这个传播路线就是有可能是海盗，也有是滇缅大然后呢，在钦州我们发现的，那么这些北齐的立佛像那么也就是偏袒右肩式的这种立佛像
立法件，那么它的来源有可能呢也是受到这种南印度的这种造像的这种影响的，这是一个渠道。那么同样的东西啊，我们在莫高窟啊，就是这个东黄地区在莫高窟啊，我们在这个隋代的一些造像上也能看得到，是吧？这427窟、429窟，这是莫高窟隋代的非常典型的洞窟。那么它这个立佛像立佛像你看也是这个垂拟式的垂拟式的，而且它这个头还是比较大，它保留着佛这个什么呢？比周的这个佛像，它是头是特别大但是呢，它这个身躯呢显得也是显得比较这个匀称也是不像比周时期的那么的粗壮。那么这个通奸式的这种袈裟，然后呢形象的或者尤其衣服的表现还是比较明显。那么莫高窟那么隋代的造像隋代造像它有自身的一些特点，这跟东部地区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但是呢，我们也能发现一些，那么它还受到这个什么印度的影响。比如说这个420窟的这个主宗这边这个主宗，它头顶上有很小的这么一个比较尖的这个小逻辑等等。那么这个逻辑显然也是受到这个印度的影响。但是呢，在这个麦秸史国那么隋代的一些造像表现就不太一样。那么这是麦秸石窟的第24窟，那么这个中间的这个主佛像那么它的英文的处理的方式呢，这是泥塑的，这是大凸轮的，特别写实的，就跟我们现在穿衣服这种凸轮一样就是特别写实的这种处理的方式。英文虽然也是少，但是呢，跟我们鲁东地区看的隋代的造像不是太一样对，也就是说麦迪山的隋代造像有一部分是跟这个鲁东地区是不的，但是有一些是跟这个一样。那比如说麦迪山的37窟，135窟的，那么这两个是很像，这也是通奸式通奸式的这种这个垂拟式的袈裟在这儿。那么它的衣纹呢也是比较稀少，也是这种斜向分布的。而且呢，你看像这种造像，它其实看到它的腹部是另一鼓起来的，上身显得比较长了比如说跟这个北周的造像完全就不太一样。那么刚才我们看到的佛像，那么菩萨像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样子？那么当然我们在这个金川县博物馆看到的那一件1米8几1米8高的内身比较完整的那个地菩萨像，那是非常精美的，那么大家今天也都看了，也看了。那么这个图录也都有，网上可能也能看到这造像的照片，是吧？这个造像非常精美，它这个水平非常的高带着这种宝冠那么它这个整个的身躯大家看一下这个什么开始弯曲，是吧？这个扭起来是扭起来。那么这个是一个观音造像，但是它装饰是非常的这个繁华，非常复杂。那么它有这个项圈项饰，尤其是呢，它这个项圈底下垂到一个小铃铛小铃铛。那么它的这个璎珞，它璎珞的处理的方式，那么在腹部这个地方有一个方形的这种装饰，然后把它连起来，让它垂下去然后呢，在这个垂到两腿之间的这个地方，那么就是一个圆形的，有这个连珠图案构成的这么一个装饰品。那么这个造像可以作为这个区域的隋代造像那么最为精美的这个造像之一吧。而且呢，它的风格跟这个我们发现的其他的有些产的一些隋代的造像不太一样那么所以它的工匠呢，那么很有可能不是这个本地的不对，至于实质，这个不知道我们现在对这个实质的来源有没有这个做研究仍然要做研究。那么这个关于实质的来源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是以后的事儿。那么相同的东西那么这个呢就是这就是这个是重庆的古马沟的那件造像。那么这个造像跟这个法体金川的造像基本上非常的像非常大可怀疑他们就是出自同一批工匠。而且呢，这个造像的体量也不小，也是一米好几那么它的装饰你看它这个近代的项圈下边，像这个项饰下边也是垂着这东西，
然后呢，它这个一诺的这个交叉之后，然后呢环复的这向下垂到这个两腿之间，那么也有这样的装饰，那么类似的东西还有这些，那这都是这个重庆出土的文艺出土造像。那么这个造像呢，显然呢水平也是非常的高。那么这个重庆这个金川呢出土的这种菩萨像的，那它的来源，包括它这个宝冠的装饰呢，那么以及这个身上的这种装饰，那么跟这个关中地区的这个造像是非常接近，热接近。那么这是陕西的礼泉县出土的一件半身的。这个藏到的菩萨像，那你看这个菩萨像呢，就这个装饰特别华丽，宝冠，尤其是宝冠特别华丽，而且呢，这个项圈呢，这个璎珞的构成特别的富丽而黄，而且呢，它的这个垂下来的这一部分表现，那我们看在这个金川的这个造像里面能看得到。那么，尤其是这个菩萨像，这个菩萨像的这个冠上呢，你看它有这个日月形的这种装饰，这种装饰呢，有很多人去研究，他认为来自于这个波斯的一种装饰，而且呢，它的这个宝冠上的这个我们看这一部分的装饰，这是一个什么呢？就是鸟翼型的这种冠饰。那么这个呢，在我们陇东地区没有发现。那关于这种它的来源，那么一个叫林明爱的这个韩国人也是写过一篇文章，那么他认为呢这东西也是来自于这个波斯。那呢像这个隋代的菩萨造像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来自于波斯的这种因素？那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那么包括这个菩萨像的这种菩萨宝冠上的这种像这个什么花环带的花环式的这种宝冠装饰呢，实际上也是来自于外面。那么这是呢它的这个局部大家看一下。那么当然我们在这个龙兴寺出土的造像比较多了，隋代菩萨像，除了个别的完整的以外，还有一些大量这个菩萨头像是吧？完整的这些菩萨像上，你看我们它这个璎珞的装饰璎珞的装饰，你看那都是都是非常接近，都是这种做法，包括这件，包括这个也是在展出是吧？这也是这种大的璎珞，下面在这个地方有个宝珠的连珠纹的，那么这件这两件也是吧？这是装饰，这下面这个装饰，包括下面这一部的装饰也是非常的像。那么还有这件，这件你看它这个像是下边垂下来的，下边像领导人的，这是他们这个报告这画的图，这个包括这我们看到背面的这种这个皮帛的穿着的方式，裙子的裙腰的处理的这个方式，虽然裁了，但是这种珊瑚状的这种璎珞，然后这里璎珞，然后呢里边包含着一些小的这珠饰，然后呢下边这个地方虽然长，但下边肯定也是一个圆形的连珠纹构成的这个主体是不一样。那么同样东西，我们在金川县博物馆静藏的这件造像，这个现在没展出是吧？这没头了，下面也不全了。那么这个也是应该是隋代的造像，然后呢这个璎珞，然后呢它这个像式也是非常的这个华丽，然后呢在腹部这个的一个特别大的莲花像一个瓦当似的莲花纹瓦当似的这种小大这个装饰然后呢它这个璎珞垂下来，然后呢这中间也是有这个花石有花石这种。然后呢我们同样东西，我们在这个什么这个西安碑林藏的一件83年出土的一件这个菩萨像那么它的这个装饰呢就跟这个特别近，尤其是这个腹部的这个类似于瓦当的这种珠饰或者装饰是非常的接近。那么这件应该是岷县的吧？岷县博物馆出土的，这是华亭的南川出土的那些造像。
那么这也是因为是定成水带的啊，定成水带。那么这个尤其是璎珞，那这个中间这一块，然后呢下面垂的这一块的装饰，那你看它都有一些共同的一些特征。然后大概呢就是这种菩萨头像啊，菩萨头像，这个菩萨头像的，那么这种装饰，那么这是宁县的，然后还有我们金川的，那么这个我记得吴宏，甘肃考古所的吴宏，曾做过研究，追溯它的来源，追溯到这个印度去，马托拉的基多时期的造像、菩萨像，你看它也是这种处理的方式。所以呢，这个当初这个隆兴寺的这一批造像发现以后啊，有很多学者那么就去研究，那么它这个受到什么地方的影响呀？那么也就受到什么印度基多这个佛教艺术的影响，特别的浓厚。那么其实呢，除了这个基多的东西呢，还有来自波斯的东西。那么同样的，我们在这个石拱寺以及北石窟寺的这个菩萨像的这个装饰上，也能看到相同的处理的方式。非常的明显。那么这是北石窟的85窟。还有那么在碑林藏的一些隋代的一些有纪年的，是没纪年的这些菩萨像，你看它这个璎珞的处理的方式，以及它背面的这个皮帛的处理的方式，尤其是它这个像的背面的这个地方，背面的这个地方还有这么一个类似莲花瓦当时的这种装饰，那这个也是非常的接近。像这个呢，一个在腹部以及它这个垂下的这一部分。这就是这种装饰。那么这是也是在一个先藏的这一件，这个非常清楚。那么还有这个隋代先博物院藏的这个隋代的这个白石菩萨立像，你看这装饰基本上是统一的，非常的统一，高度统一。那么这是它的基本的一些特征。那么还有像这个观音菩萨的立像，那么这也是。被定是北周，但是呢，这个有可能也会是隋代的这么一件这个菩萨立像，都是这种特征。还有这个咸阳市博物馆藏的这一件，隋代的比较大的一个菩萨的立像。我们看一下这些像，跟我们金传出的一些像，你看它的胳膊都断了，胳膊都断了。然后呢，你看它这个都是后来又接起来的，这一段什么时候接起来的？那么这个不太好说，就是后期修复的。另外呢，在这个耀县的耀王山，耀王山的这个造像开，这是个乙座的菩萨像，那么它的这个璎珞的处理的方式以及它像人的处理的方式，我们看也都属于关中地区的比较典型的一个东西。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有很多可能被定为这个北周的菩萨像。那么这些这是菩萨像，你看它这个装饰也就是在长安地区那么北朝末期、北朝晚期，也就是北周，那么就开始出现这种东西，一直延续到隋代，这个特别多。那么这是北周的同样是天和4年同一个人造的像。那么一件呢是在这个碑林藏着，一件呢是在甘肃省博物馆藏着。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甘肃省博物馆藏的这一件来源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呢也是后来他们说的是捐赠的，什么的携带过去的。但是呢，同一个人在同一年造的不同的一个造像碑一个是单体的菩萨像，这个呢我们曾经写过文章说过这事儿。那么菩萨看，我们再看一下造像碑这个造像碑我举了这3件，因为造像碑的数量来说相对比较少，但是特别重要。第一件呢就是这个李阿昌造像碑，李阿昌造像碑，这个呢大家特别受重视，特别受重视。这个像明星一样，大家都去追是吧？这个有很多人写文章，最早是这个甘肃省博物馆的秦明志，那么他这个介绍这个造像碑，后来有很多人去做研究。那么最新的一篇研究应该是那个谁，可能郑海龙是吧？这个龙是文章发在什么地方？我忘了一个杂志，济南学报还是
在这边儿，那么对这个造像碑进行研究啊，那么这个非常的好。第二件呢，就是这个灵台的这件造像碑这是在梁园出的。那么这个造像碑啊残了，但是呢下边我们看它应该是做的，做也没找着。那上半部分没有了，那只是留下了这个2部分。那么那个呢，就是这个重庆的五马沟五马沟出的这个造像碑。这个造像碑呢，这个基本上完整，但是像座没有了，这个不影响它整个造像碑的这个全貌。那么这3件造像碑啊，那么这2件我们根据这个李阿昌的这个纪年图讲，那么断代呢，这个呢属于这个隋代的没问题。但是呢，在张华先生编的那个刚才好像是个造像，把这个定位这个西魏，我觉得这个隋代是比较准确的。那么这一件呢，初看起来还是一些北周的特征，北周特征。但是呢，这个我们在这个东亚研究准备发出这篇文章呢，还得把它定个隋代也就是说这3件造像碑那么很有可能都是隋代初期的造像碑，而且呢，它这个造像碑的形制这样的形制你看都是这个圆手的简单的圆手然后呢这个长方形的竖长方形，而且呢特别规整的这个风格布局这种造像碑的这个正面的这种情况。所以呢，它这个风格是比较一致的。我们从这个造像碑的这个发愿文里边，包括它的供养人，包括它供养人里边，我们看到了来自于一些其他地区的人，比如说义绅长安县人长安县人，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也就是荆州这个地方，在隋代的时候，觉得有来自于这个关中地区的人到这个地方来当官当官是吧？当领导是吧？不管不到甚至是这个军队上是吧？那么这个异地任职。那么这个造像碑这儿碑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题材一个特别重要的题材，那么就是这个什么维摩诘经变的内容这是李阿昌的。那么这是金川县博物馆，这是一个新出的，这是一个旧藏的吧那么这个造像碑上这个特别重要的就是都有这个维摩诘的经变的一些内容，那包括这个金川的这个西魏时期的这件造像碑，这个造像碑现在好像没展出吧？这是今年那个教馆长这个造像碑。这个没展出，但是这个也是特别重要。你看它这个造像碑，造像碑就是它这个上部这一部分，雕刻的是就是维摩诘经变的内容。那么维摩诘经变的内容主要表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于文殊菩萨问题以及这个香积佛品和这什么呢？这个就是不可思议品里边的那么内容借作灯王香积佛品的内容。那么关于这个呢，当然我们可以去读佛经了，读佛经呢就能理解它这个里边雕刻的是什么人物。那么这边呢，当然是这个维摩诘，这边是文殊菩萨，那么在这个造像碑上那么一边也是维摩诘，一边是文殊菩萨。然后呢，在这个地方，你看它有一个叫这个冲着向下飞的这种飞天，这飞天的手里边捧着东西。那么这个呢，就是讲的这个什么不可思议品或者香积佛品里边的东西。另外呢，它后边还有个人，你看举着一个座，那么我们读这个维摩诘经去就知道为什么他这些人要弄了这么一个座就是维摩诘带去的这些这个眷属或者随他去的人，然后只有维摩诘就是文殊在那个地方能坐能跟这个文殊这个维摩诘对坐，那其他人只能站着。只有站着的份儿是吧？所以呢，这个大家觉得该到吃饭了，该坐一会了是吧？累了歇一会。然后呢，就是这个维摩诘不可思议的力量，从灯王那个地方借来了这个什么，借了一个座，让大家坐下来。那么在这个李阿昌这个造像碑，你看这一部分就是香积佛品里面以及这个借座灯王的这么一个雕刻维摩诘的内容呢，
简单简单，但是表现的是云摩诘的非常关键的一些这个内容啊。那么同样的东西啊，主要我们在这个东部地区啊，那么在河南有个这么一个造像是开皇2年，就是民法镜造像碑。那么这个河南博物院的王景全老师做过研究，发表过论文，然后呢也画了线描图，那么在他的这个造像碑，那么这一部分，你看雕刻的那狮子背上拖着坐，是不是？那么这个呢就表现这个维摩诘的，表现维摩诘里边的是什么？借作真王的这么一个内容，就是这样的。那么文殊和维摩诘在什么地方？就在造像碑之下面，这部分。他们两个对称作用，就是那么上面表现的维摩诘的局部的一些内容，不是这个。那么所以呢，这个跟东部地区，那它可能还是有一定关联性。那么另外呢，这几个造像碑上，特别重要的就是有2个什么呢？对称的般加斯维菩萨像对称般加斯维菩萨。那么这是李阿昌造像碑。你看这个中间的这个龛两边，你看树还在，那么这2边般加斯维下边上都还在，这个毫无疑问就是2个般加斯维隔主宗对称的这种形式。这个呢，我们也写过文章。然后呢，在这个灵台的这件造像碑，它的背面这边你看这个也是一个主宗，然后呢，在它的2边，你看树是能看到的是吧？但是这个菩萨呢，你看他这个应该是左臂左臂是伸上去，那头呢向前倾斜，看在写，也就是这个思维状的这种状态。然后呢，这边的这个呢是残的不是很清楚，但是绝对应该就是2个般加斯维树下对坐各种做对称这种形式。那么这种形式呢，我们在这个金川县博物馆旧藏的北朝的以及这个大禹寺就是罗清寺新出的这个造像碑上也能看到，是一样的。那么这是北周造像，还有这个北魏的那样子。那么你看它这个是主宗是什么？这是2佛并坐，是吧？那么这个下边中间看的是一个主宗，一个佛像，然后呢这个是呢一个佛像，这个是一个佛像。那也就是它这个既有隔着什么？隔这个坐佛像，一身坐佛像，也有隔这个2佛并坐的这种不同的这种形式。所以呢，这个主宗的有变化，但是这个树下的这个般加斯维的这个形式一样，所以呢，它成为一种独特的布局形式独特的布局。但是呢，它的源头我们可以追溯到犍陀罗地区的，然后呢，到永港就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组合的样式，并呢对北朝其他地区传播影响。那么到隋代的时候，在莫高窟的洞窟里面就开始出现这个相关的文章，我们已经发表过。那么这是犍陀罗的雕刻，那么这个我们看到雕刻的上面这两个框里面就是般加斯维像，然后呢这个造像碑这个在它的最外层2层，那么就是般加斯维像，在内层的2个交角在里面是3幅，它的主宗释迦牟尼然后呢，在这个拉格尔博物馆藏的这件什么？你看它这个上面交角的这种像2边是对称的，这个是般加像。然后呢，那么这个是呢，这个在这个迦毗师地区，迦毗师地区出土的一件这个雕刻，那么中间这是一个交角的菩萨状，这应该是弥勒，然后在它的两边这2个。对称，它这个是般加斯维，但是这个虽然没有思维，但是对称的，那么它这个也是它的一种形式吧。然后呢，这个到了永港就非常的多而且从它的永港的第2期开始出现，那么主要是在这个弥勒的两边弥勒两边，那么出现了2个般加斯维像，而且都在树下，这是树下。那么它当然在这个西域地区也有也有但是表现不是特别一样，但是呢，它跟弥勒也有关系。你比如说，那么科泽尔38窟那么在它这个主室的前壁，这上面这个呢，大家都认为这是弥勒，毫无疑问，而且是交角的弥勒。然后呢，在它的这个门的两边，是吧？对称，那么就是2个般加斯维像般加斯维。那么这个呢，也是这种表现的形式。然后呢，在这个北魏的造像里面就特别的流行，不光是在这个石窟寺里面的单体的造像也非常多。那么这是有纪年的，455年的
那么张宇造这个佛陀像，你看这个做佛像两边这两个拜占寺像，还有拜占寺，那这个是比较单体造像比较早的，然后呢，在这个永港永港就非常的普及了，非常流行，流行。那么这是呢，在日本根津美术馆藏的，也是受永港模式影响的。那么这个造像碑，你看上边的焦教弥勒两边拜占寺像，对称的。那么这种像，那么一直持续的时代恒吧，那这个是在陕西地区，这个现藏的西安博物院的一个造像碑，造像碑。你看这个造像碑，那这个它两个拜占寺像在什么地方？在它这个龛楣的两侧，也是在树下，那这个位置虽然不一样，但是都是隔这个主宗对称的这种布局的形式。另外呢，还有以这个无量寿佛、阿弥陀为主宗对称布局的这种形式。那么西安碑内藏的这个四面造像碑，这四面造像碑的对面，那么这是531年的造像。那么这个造像这个铭文里面说的就是造释迦小无量寿四维二躯，这个四维呢就指的这两个小的四维像。那么这是无量寿对称。那么这个是西魏大同3年的这个造像碑。那么这个造像碑你看它这儿也是跟着主宗对称的两个拜占寺像，这个像例是非常多。然后呢，这个西魏大同4年，这是大同4年的这个造像碑，还有这个北齐的这个造像碑是在现在山西博物院里边的。你看这也是主宗，这是交角，这个交角。那么这个它两边是对称。那么这东西传播到东方地区，那么在隋代的洞窟里面出现了。那么这是314窟，417窟，你看这个下边这个314窟呢，它两边是画出来的，这两个拜占寺像。然后呢，417窟，它是塑在这个龛的两边，塑出来的，也是这个树下四维，这叫四维是情况。那么关于这个图像的意义呢，当然有这种情况，我们要去读佛经了，那么这个很重要的一部这个佛教经典，这个弥勒有关系，就是佛说观菩萨弥勒菩萨上升兜率脱天经，天经就是北凉具去今生所译的。那么这个里边就讲到什么思维了，跟弥勒了什么之类的这个大家我就不详细说了。那么这个总之呢，就是说这个经指出了，如果想做弥勒的弟子需要修的是实战法，思维都在天上各种妙用上妙快乐，并且呢，弥勒菩萨前呢备起这个摄受，那么同时还强调了禅观与修行的重要的关系。那么这个永港所见的这种交角弥勒菩萨以这个思维菩萨像的这种形式，那么可以理作是这个想做弥勒弟子而修实战法，观想弥勒思维都是天上的种种的情况的弥勒摄受的这种身份那么两边的思维分布的菩萨装弥勒的两侧时，那么我们就想说他成为弥勒的弟子，而思维都是天上的正主。那么这就佛装的弥勒的两侧时，那就有弥勒的弟子身份同时出现跟弥勒佛一同下生到这个阎浮提下，也是龙华树下成佛那么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在都是说观弥勒菩萨说都是天理的，就说直欲弥勒、易碎弥勒、下阎浮提之类的所以呢，我们要理解这种东西呢，就要去读相关的佛经然后呢，还有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金川的景藏的这个造像，它的背面是有这个发愿文的。这个发愿文里面说，这个造像背上有什么呢？有这个什么呢？无量寿佛，当然肯定还有观世音佛，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什么无量寿佛，还有这个释迦牟尼，还有这个释迦多宝。这个字是随禅了，你看什么宝供塔，那肯定是释迦多宝供塔了，是吧？然后呢，无量寿弥勒观世音，说叫这个弥勒然后欲都睡，都是。所以呢，就是隔释迦多宝、无量寿或者阿弥陀的时候，
那么当然就是思维各种佛国净土的美妙世界而且也都与弥勒信仰有关系。所以呢，这种东西呢，从犍陀罗到蚵仔，再到永昌，到中央北方地区很多呢就是以弥勒为这个主宗的就是出现的。那么我们再看第3件造像碑，就是这个五马高处的这件造像碑。可以说呢，但是当时这个推土机挖的时候，可能把这个不小心给损伤了大致断把它又接起来，刚才我们找人把这个造像碑这个头给画出画出来。那么这个呢是分了四部分，上下4个这个。那么最上边呢就是2佛并坐2个佛并坐。那么中间的这个呢，也是乙座的一个佛像，肯定是这个弥勒下身弥勒下身。然后呢，在下边这个龛，这个龛里边呢，这是一个主宗也是主的这个石像。但是呢，在它的最下面这个区域又是2个龛，2个龛里面各有一个主宗各有主宗的形式。那这个造像碑的主要的内容呢，就是表现这个法华的内容华的同时呢，表现这个法华的这个三世佛观的内容。那么这个呢，这个北朝时期特别流行的一种东西，而且在李二昌造像碑上也是这种表现这个主题和思想。那么它雕刻的这个形式，那么它这一部分你看它这个圆手然后呢中间刻了这个莲花的这种这是宝珠的这种形式，然后呢下边是杖形的这种做法那么这个碑石做法呢跟这个李二昌造像碑基本上一样那么我们看一下跟李二昌的相同之处那么这是五马沟的这个，那么这是李二昌的这是。然后呢，你看它这个中间的这个乙座的这个弥勒乙座就是佛装的弥勒。那么这个李二昌的这个呢，它这个在它第4层这个倒数的就是从上往下呢，这是第3层了，是吧？然后呢，你看这也是一个乙座的佛像，那么这是它的相同的地方。另外呢，你看它这个一个佛像的这种做法，这是龛，也就是它这个龛眉的处理的方式，它的处理的方式也是非常接近，包括它这个主宗垂顶式的这种袈裟以及它这个稀少的这种遗文的表现的方式，也是比较接近，包括像这个地菩萨像上面这个华盖，这是华盖，你看这个华盖跟这个李二昌的这个佛像。这个上面这个华盖，你看基本上一样。那么这呢就是我们包括他这个弟子这个弟子你看弟子都是侧着身，然后呢身材而比较修长，比较修长，而且呢这个都是特别规矩的，规矩就是侧身的这种处理的这种方式。那么这呢跟这个您看的这件造像碑也是比较接近这像的。所以呢，我们看出了这种陇东地区的这种造像碑陇东地区的造像碑的这个发展实际上最早其实我们能见到从这个不远出动的一件这个北魏末期的这个金山清造像碑北魏这是金山造，这是531年的，你看它就是元首的这种处理方式。然后呢，到这个像华清的南传的这个北周保定4年的这个造像碑然后呢到隋代。的这种造像碑，你看它是演变序列还是比较清楚它是有变化，但是基本的形制是这个样子，但是它是有所变化而且呢，它是这个风格布局的这种形式，是吧？越来越繁复，那么这种呢，就是这种陇东地区的这种扁体的元首的这个造像碑造像碑的这个特点。然后呢，还有一个特殊的造像的这个就是乙座菩萨像，那么这个在隋代的这个乙座菩萨像是比较常见的，这个也有人专门做过研究就是日本的石松日奈子那么他发表过一篇文章，就是专门研究弥勒像做事研究的，尤其是对这个乙座像非常研究。那么我们在我们陇东地区的这个也能见到这种乙座像，这是李阿昌造像碑。这个呢，就是我们新出的那个天皇4年的那个像，这是在这个展厅内展出着。那么这个早一点的，当然在这个北魏时期的石窟寺里边，是吧？南北石窟寺。那么这个
这个呢，它实际上不是交角的，啊，不是的，这实际上乙座的两个角离得很近，但是没交起来，你看是吧？这边是交角，这个是这个样子，不太一样。所以呢，这个北石库斯的，包括南石库斯，那么这类型的东西，我们在这个关中地区从北魏时期造像这个也就发现了这个东西。你比如说这个朱黑奴造像，这是北魏晚期的主要是你看它这个非常奇怪而且那这个穿的是菩萨装，但是呢，它是佛是这个头这个佛头都是佛头，但是呢，它是个乙座的乙座的。那么这个功德主或者工匠呢，他急于成佛是吧？把这个弥勒迫不及待的这个上身和下身结合起来，是吧？菩萨和这个佛的现在结合起来，当然应该是弥勒。然后呢，这是西魏大同17年的那么这个乙座的这个菩萨像这些东西呢，现在藏在日本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这个临台的这件造像碑是吧？这个造像碑的，那么第二区这应该是第3层，上面还有一层第二区的这一层这是你看，这是一个非规矩的乙座的这个菩萨装的像。然后呢，在西安西安出的这个现在藏在日本的，也是藏在日本的这个像保存比较完整。那么这个显然看一看就是这个什么，就是这个西部地区的东西那么碑林还有藏了很多这样的东西比如说，那么这件造像碑这是造像碑，它这个佛这下面这个佛看着的佛跟这个也是个151的这样佛非常的像。那上边这个看里边就是一个乙座的这个弥勒菩萨像这是夏侯崇德造像碑这是北周的建和4年的，你看这是乙座的菩萨像。那么类似的东西还有这件东西，这是北周的还有这个单体的这个金铜造像那这是个乙座的这个金铜菩萨像，这个是在中央三王的这个斐特特和史空里面收藏的。然后呢，在须弥山石窟这个北周的这个45窟里边那么它这个一个是看里边的主宗就是这个乙座的乙座的菩萨像。然后呢，在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也是天水地区出土的，那么这个是一个乙座的佛像，王力维的造像碑乙座的佛像，但是呢，它有弥勒这个菩萨装而来，但是它的这个你看它这个屁股它也是个屁股的形式屁股的形式，但是它这个头是个佛的佛装佛的样子。然后呢，这是甘肃博物馆藏的出于乾安的一个造像头这是一个乙座的这个菩萨然后呢，这是山西藏的北周保定2年的一个造像碑造像碑叫魏秦王造像碑。你看它这个龛里边的主宗也是一个乙座的菩萨装然后呢，这是北周保定2年的陈占龙造像碑，中间的这个龛那么你看它这个说弥勒是什么？弥勒佛主弥勒佛主，这是它这里专门的供养人就是弥勒就指的是这个，就是做的这个弥勒菩萨像。那这东西还传播到什么呢？四川地区，你看这是四川地区的这个北周天和2年，对，现在这个东西藏在这个四川省博物馆那么这是藏了的，这儿呢，你看就是这一座的弥勒菩萨像那北周这当然肯定是这个北周占领这个南朝以后，这是北齐武平7年你看它上边的这个龛就是这个碑首这个龛里边就是一个做的这个弥勒菩萨像。然后这是北齐天同4年68年，然后你看它这里边这个就是一个做的弥勒像，像里非常多，包括这个药王山的这个隋代的这个龛包括这个隋代的单体的石雕的菩萨像，这是大量的，还有这个青铜造像非常的多那么这到了莫高窟这个390窟莫高390窟，你看它这个龛里边的这个就是一个做的菩萨装的菩萨装像还有这个壁画里边你看这是一个乙座的这个菩萨装菩萨装的形象那在东部地区还有这个隋代的，刚才说过的
隋代的这个一些造像里面，比如说这些像，那也是这个遗作的石家庄。现在这个我们看了这么多的像例啊，这么多的像例，从这个佛像、菩萨像、以及造像碑的这个形式，包括遗作的菩萨像、二幅阁主宗阁主宗对称的半将思维像等等这些形式。我们最后呢，我们梳理一下，那么陇东地区的隋代佛教造像到底有些哪些样式？当然不一定全了。第一点，也就是说陇东地区啊，隋代造像承续了北周造像的基础，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讲，也就是它的保守性，一会儿并有很多的创新。那么也就是说，它既有北周系统的样式，头大身材小，也有的传承形成了躯体略微修长的这种样子。因为稀疏呈阶梯状的这种写实的作风，与长安地区保持一致，并间接接受了基多佛像的影响。我们这里说是间接受基多佛像的，它不是直接从这个基多传到这个地方来的。那么我们当时这个发现了有很多的学说，那这就是直接从基多来的，那这个是不可取，应该是就是间接受到基多佛像的影响。那站立的菩萨像甚至呈 S 型的这种动态，跟长安地区也是一致的。所以呢，菩萨像的造像碑传承了该区原有的一些造像的样式。那么遗作菩萨像在北朝后期的基础上，十分流行，应该受到长安地区的影响，现了对这个弥勒的信仰，而且这个是那个弥勒上身的这种信仰，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元首长方形造像碑壁面布局在该地区呢始于北魏末年，一直延续到隋代。造像碑上释迦多宝二佛并坐以及文殊菩萨变对坐的形式，更多的延续了本地区特有的一种样式或者一种形式。这个我们能看得到。第四呢，这阁主宗对坐二班将思维菩萨像，延续北朝的传统，尤其是这个云冈模式的这个持续的影响。当然，追根溯源呢，我们追到建国去。那么这东西呢，很可能又对莫高窟的此类图像形成影响。第四点。第五呢，陇东地区在隋代与长安的关系更加的密切可以说就是属于长安佛教文化圈的辐射的区域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地的区域性的特征也是特别明显的。那么从这个造像可以看出，我们推测工匠的问题工匠。那么像这个金川和重庆的这个相同的这种菩萨像。是吧？还有这个金川和临泰的造像碑，那一看，那这个显然就是出自同一个工匠同一个工匠手，或者是这个他的徒弟或者他本人，是吧？总之呢，他是有这个师承的也就是工匠系统呢，这是他有这个工匠系统那么还有我们可以推测，那么大永寺或者到宋代叫隆兴寺是吧？那么在之前，叫什么寺院什么之类的，那么就形成了这个中兴寺院跟次等级寺院的这种关系那么可能会存在这样关系，比如说，我们这个大永寺或者隆兴寺，或者再早的北朝时的寺院，那么它就是一个中心它就是这。然后呢，有影响的叫五马沟，是吧？还有这个丈八寺，你看它的造像跟这个隆兴寺就非常像，大永寺非常像，所以呢。这个我们研究这种区域系统的一些相关的问题，那么牵扯到就是跟我们做考古的聚落，聚落考古一样，那么这个寺院它也是一种聚落寺院。那么这寺院聚落它也有等级的。那么皇家敕建的寺院是吧？那当然等级是最高的，是不是？那么还有这个中柱他们自己建的这些寺院这样子，还有这个什么这个乡村的这种小型的寺院。那么它都有等级的，那么寺院的这个大小，等级，牵扯到，那么就像我们的说史前时期的聚落有中心聚落，然后呢这个次中心，然后再到这个乡村的聚落一样，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呢，我们对这个区域的这个佛教的考古，或者要从这个聚落，也要从聚落考古的角度去理解，那么这些寺院之间的互相的关系，那么它的这个关系的连接点在什么地方？连接什么地方？我们就要对它的建筑布局以及它这个造像系统造像特征等等这样，我们去尽量的去把它联系了，这就要形成一个区域的这么一个佛教聚落的这个研究。列举了一些参考文献，
那当然还有很多呢，参考文献可以值得去看。好，那么这个我今天的孙东娃娃呢，大概就给大家讲这个故事，欢迎批评指正。非常感谢李教授的精彩分享。李教授用研究知识、联系论证、生动的解读，特别是列举大量的这些回忆，总结了这个陇东地区隋代佛教造像的样式，让我们受益匪浅。特别是通过对我们各馆收藏的这些。比我们感觉这个熟悉程度比我们这个馆长这更加熟悉，我们非常佩服，也受益匪浅。让我们对隋代佛教造像艺术有个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也让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到我们地区在佛教传播史上的重要地位，可谓是一场兼具思想性、知识性与专业性的学术盛宴。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魏教授的分享。你们比我熟悉多。咱们休息一阵子，这学前好，感谢各位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直播呢就到这里。之后呢，金川县博物馆还会有一系列的直播，敬请大家关注。我的那个结束了。感谢各位关注金川县博物馆直播间。谢谢。